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感冒会使人食欲不振、头晕、头痛、乏力，有时呢还会造成肺部感染等问题。感冒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，比如受寒、病毒性感染、免疫力低下等等。那么我们平常饮食中吃什么能够预防感冒呢？第一种，蒲公英。蒲公英属于寒性，可以清热解毒，而且蒲公英里面含有蒲公英醇和蒲公英素等物质，有杀菌抗炎的效果，对于治疗感冒有一定的效果。平常也可以用蒲公英的根泡成茶饮用，也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。第二种，萝卜。萝卜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适量食用可以增加人的免疫力，提高人体对于病毒的抵抗能力。第三种，葱。葱里面的营养元素有杀菌的作用，多吃一些葱可以预防呼吸道感染，还能够缓解鼻塞等问题。而且葱里面的大蒜素可以预防癌细胞的生长，具有一定的抗癌作用。感冒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疾病，我们除了在饮食上预防，平常寒冷时要多加衣物，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，预防感冒的发生。七，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常见的中药，而且营养成分很高。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经常会吃三七粉来降血压。那么三七粉真的能降血压吗？答案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哦。三七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物质、皂苷以及多糖等，有很好的扩张血管和增强血管弹性的作用。但是对于高血压的人来说，不能够仅仅依靠三七粉来降血压，因为三七粉是不能够治疗高血压的，它只对延缓高血压发展进程有辅助作用。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是可以吃三七粉的，但是不要把它跟药物等同。还有，如果血压在一天内波动的比较剧烈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服用三七粉的，大家一定要重视。腐乳是很多人喜欢吃的食物，有的人把它当作人间美味，但是有的人认为腐乳是问题食品，而且还是血管杀手。那么吃腐乳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呢？其实腐乳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它有东方奶酪的美称，而且腐乳在制作的过程中维生素 B 族增加了很多，同时腐乳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如果适量的吃一些腐乳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但是不建议大家天天吃腐乳，因为腐乳的含盐量很高，一块腐乳大约含有1克左右的食盐。如果天天吃一块腐乳，很容易导致食盐摄入超标，这样就会对血管造成危害。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，最好不要天天的吃。相信说到鸡精和味精，大家都应该不陌生，基本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。鸡精和味精是很好的一种调味品，只是每家用的可能不一样，有些人用的是鸡精，有些人用的是味精，但也有人说鸡精和味精对身体有害。那鸡精和味精有什么区别呢？哪个危害更大一些呢？首先说鸡精，鸡精是用鸡肉粉、鸡味香精、盐、糖、辛香料等经过很多工序提炼而成的，它的提鲜效果要比味精更好一些，所以大多数人比较喜欢吃鸡精。那再来说说味精。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，鲜味是比较单纯的，而相比鸡精来说，除了没有鸡肉提鲜成分外，基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那总的来说，鸡精和味精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在食用鸡精和味精的时候一定要适量，因为这两种调味品中含有的谷氨酸钠在吃进肚子时会和胃酸反应，生成谷氨酸和氯化钠。如果摄入过多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食用时只要适量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天都要排便1到2次，或者2到3天排便1次。如果超过3天不排便，就可能是便秘了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敲打带脉。带脉在我们腰部的两侧，带脉也是一条横向的静脉。便秘的朋友可以经常敲打带脉。敲打的方法很简单，将双手握成空拳，然后用手指关节敲打，力度适中，每次敲打5分钟。敲打带脉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促进排便，对预防便秘有很大好处。而且经常敲打带脉还能够缓解月经不调、腰酸背痛等症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
那想要预防便秘，平时还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，多进行体育锻炼，还有注意腹部的保暖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哦。有的人每天工作对着电脑，空闲时间盯着手机，经常会出现视物模糊、眼睛干涩的情况。其实眼睛的健康和肝脏有很大关系，如果肝血不足，双眼得不到滋养，就可能出现问题。所以想要眼睛好，先要养肝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就是推推我们的两肋，站着、坐着都可以。把双手分别按在左右肋骨间隙处，然后向胸前推搓，等到两个手交叉的时候再返回去，这样反复的推100下。经常推两肋可以帮助增强肝脏功能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肝脏好了，眼睛也会更健康。除了上面这个小方法外，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茶饮——菊花枸杞茶。眼睛不好的朋友也可以每天喝一杯菊花枸杞茶，有很好的养肝明目的功效哦。一日3餐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，很多减肥的人呢会选择不吃晚餐来减肥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。长期不吃晚餐的人可能要承受3个后果，希望大家要注意。影响睡眠质量。如果晚上不吃晚饭，睡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饿，这样会让大脑神经处于兴奋的状态，向你传达饿的信号，从而影响睡眠质量，影响肠胃健康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胃部消化食物的时间大约在4个小时左右。如果晚上不吃晚餐，而距离中午饭呢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胃里面没有食物进行消化，这样胃酸就会对胃黏膜造成损伤，时间长了会影响肠胃健康，引起低血糖。我们的身体是一直在代谢的，而代谢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和营养。如果长期不吃晚饭，身体没有及时的补充营养，时间长了就会使人出现低血糖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那俗话说，早餐要吃好，午餐要吃饱，晚餐要吃少。只有保持正常有规律的饮食习惯，这样才不会使人发胖，身体也会更健康。减肥是大家一直都谈论的话题，很多女性为了减肥会选择节食的方法，最后饿得不行。其实减肥并不一定非要饿肚子，如果能换掉下面3种食物，也许你也能瘦得好，吃的也好。饮料，女生都喜欢甜甜的东西，尤其喜欢喝果汁和饮料。这类饮料中含有很高的糖分，除此之外呢，还含有很多的香精和防腐剂。如果喝太多，就会使人发胖。建议大家用水或者是茶代替。白面包，白面包也是很多女性爱吃的。白面包在制作的过程中会加入一些化学物质，不仅没有营养，也会使人身体发胖。所以建议大家最好换成全麦面包。水果干。很多人减肥不吃主食，就会吃一些水果干来填饱肚子。水果干这类小零食也含有很高的糖分，如果吃多了也容易使人发胖，不利于减肥。建议大家还是多吃新鲜的水果比较好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